但是睡着了就是很乖。蓝忘机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可以抱着魏婴，抱得很小心翼翼，那些悄悄隐藏的情愫全部通过了这个拥抱开始肆意生长。魏无羡中途又醒了一会，他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差，意识不清醒，那双原本明媚的桃花眼变得暗淡无光，眼角被烧得绯红，额头滚烫，浑身还发着冷汗，高热一直不退。蓝忘机担心了一晚上，但是好歹魏无羡也只是发着高热而已，并没有其他的症状了。外面天刚蒙蒙亮，蓝忘机竟然惊奇地发现魏无羡的温度好像下去了，额头摸着也没有那么烫了。蓝忘机稍稍地松了口气，不然御剑飞行2个时辰，他还真的怕魏婴身子受不了。他要带着魏婴先启程回云深不知处，魏无羡还在蓝忘机怀里睡。蓝忘机怕风吹，又从自己的乾坤袋里面拿出一件宽松的蓝家校服，把魏无羡严严实实的抱住了。这还是蓝曦臣早早的过来告诉他的，不然被风一吹，很可能高热加重。蓝忘机点了点头。魏无羡之前被怨气侵蚀的身体还没恢复，又加上发了一晚上高烧，导致他现在整个人十分的虚弱，丝毫不见作战中的狂妄潇洒。他在一片温柔的檀香怀里醒来，一时难得的清醒了一下，闷声的了一声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但是腹中传来了的阵阵痛楚又让他想不了那么多，不过他敢肯定的是，带着他走的肯定是蓝湛，因为那一股檀香过于好认，自己这是要被他带回云深不知处了。魏无羡眉头轻轻地皱了皱，还是让蓝湛把自己带回去了。罢了，不行自己找个时机再逃出来。他现在是没有办法逃开的，他现在这副样子肯定打不过蓝湛。想到这里，魏无羡也就暂时想开了。魏无羡靠在蓝忘机的胸腔处，听着蓝忘机有力的心疼，悄悄地喊了一声蓝湛。不知是风太大吹散了魏无羡的声音，还是魏无羡声音小的听不见，蓝忘机并未应答。江澄知道魏无羡被蓝忘机带回蓝家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愣了一下，刚要问为什么，蓝曦臣就说道：魏公子体质实在是虚弱，前几日庆功宴上魏公子忽然晕倒，3天3夜才醒过来，醒过来就发起来高热，1天1夜都没退。他怎么不知道魏无羡晕倒了？江澄仔细地想了想，说道：那我期间见他的时候，他不是在睡觉，而是晕倒了。蓝曦臣道：是的，昨晚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出此下策。江澄脸色虽然还是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嘴上却不说什么了，只是这光明正大的把人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带走了，这让江澄多多少少没有面子。但是人都被带走了，再多说什么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等蓝忘机安稳地把魏无羡带到净室的时候，魏无羡又睡过去了。云深不知处原本就安静，现在蓝忘机先回来了，整个云深不知处更加的安谧，处处听到的都是鸟叫声。魏无羡靠在蓝忘机怀里，睡得格外的踏实。蓝忘机把魏无羡放在净室的榻上，呼吸沉静，呼吸轻的几乎是看不见。他不知道魏婴身上还有没有别的伤，但是他知道这个人最会忍了，疼死也不会对别人吭一声。魏无羡的眼睫毛轻轻地颤了颤，蓝忘机以为他要醒了，谁知道他也是头轻轻往里面一歪，睡得更沉了。蓝忘机看了看时辰，看着时辰差不多了，蓝就准备起身离开，前往蓝氏。蓝曦臣和蓝启仁他们应该都到了，估计要商谈事宜，蓝忘机肯定是要去的。他临走前仔细地替魏无羡整理一下被子，看着魏无羡沉睡的脸庞，这才转身离开。蓝忘机私自把魏无羡给带回来，这件事情蓝启仁是在之后才知道的，知道之后虽然没有说什么，但是肯定要找蓝忘机问清楚的。蓝启仁摸了摸自己的胡须，问道：忘机，你可知射日之争结束，这位无羡仙门百家可留不得，你这样光明正大的把他带回云深不知处，为何？蓝启仁并没有动怒，语气也是平淡的。蓝忘机道：不知。蓝启仁看了一眼蓝忘机，道：不管是为何，我今日就会告诉江宗主，说明日让他把魏公子给带回去。蓝忘机一听，坚定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不可。蓝启仁第一次见蓝忘机反驳他的指令，问道：忘机，你？蓝忘机咬了咬牙，说道：我想保护魏婴，他并没有错。蓝启仁道：就算是我们觉得他没有错，但是他的那一身轨道就证明他有错，
鬼道有多凶险可怕，世人会留他，留不得。蓝忘机道：忘机自然知道，但是修鬼道对自身危害也很大。蓝启仁并不想再多说什么，说到底，骨子里面还是宠着自己这个得意门生的，道：面壁思过去吧。蓝忘机应道：是。射日之争结束，仙门百家普天同庆，唯一的坏消息就是魏无羡不见了。虽然面上谁也没说什么，但是心里到底还是有些害怕的。蓝忘机面壁思过了5个时辰，还是蓝曦臣让他回去的。原本蓝忘机还在跪着，蓝曦臣道：魏公子大概要醒了。蓝曦臣又说道：忘机，不去看看吗？蓝忘机垂着眼眸，原本平淡如水的眼睛闪过了一丝涟漪，轻声嗯了一声，道：多谢兄长。蓝曦臣笑着摇了摇头，膝盖又疼又麻，但是蓝忘机回去的脚步却是轻快的。他回到静室的时候，魏无羡确实已经醒了，他坐在床上动也不动。蓝忘机轻声喊了一声：魏婴。魏无羡听到有人喊他，他才微微的回过神，看着门外的蓝忘机，笑着说道：蓝湛，你怎么不进来？蓝忘机听闻就进去，问道：可还好？魏无羡的面容虽然还是很苍白，但是精神却明显好了不少，道：好多了，蓝湛多亏你了。蓝忘机摇了摇头，说道：并未。魏无羡笑了，他之前很抗拒蓝湛带他回来，总觉得是对自己不利，但是蓝湛这个小古板似乎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。蓝忘机道：可要用膳？魏无羡一听，那一双漂亮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，道：要啊，我饿了。不是难受就是发烧，不是昏迷就是睡着，现在好不容易醒了，肚子肯定是饿。蓝忘机道：你现在不宜吃辛辣的，清淡些的可以吗？魏无羡笑了一声，说道：可以，不过等我好了，我可要好好吃一顿。蓝忘机点了点头，其实不管魏无羡说什么，蓝忘机都是会答应的。魏无羡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靠在床上，看着蓝忘机把食盒打卡，拿出里面的膳食。等蓝忘机摆好了，魏无羡也掀开被子下床，但是魏无羡没有穿鞋，直接光着脚就下来了。竟是铺着毯子，倒是也不凉，蓝忘机也就没有再让他穿鞋。魏无羡虽然喜欢吃辛辣的，但是他现在也知道自己身子是什么样子的，所以也就没说什么了。就这样平静又安稳的过了几天。这几天蓝忘机一直陪着魏无羡，一直照料他。魏无羡心里虽然有些疑惑，但是也没问多少。直到有一天，魏无羡终于是没忍住，问道：蓝湛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蓝忘机手一顿，没吭声。